记录百万时光，我是 Toy Hunter， 欢迎到最新的一期云战锤。今天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的这款来自暗源战锤 30K 荷鲁斯之乱系列里面钢铁勇士的这个精英单位，或者说是一个小的 HQ 单位。这个战争铁匠这款玩具，我个人期待了非常久，因为它使用的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铁骑行终结者铠甲，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做了这种钢铁勇士的配色以及它这针制式化的这种改造。我个人觉得钢铁勇士这一套玩具的整个设计风格，还有它的这个基因原体都是非常的，整个风格非常的统一。然后越高级的这个单位里面，金色的部分使用的就越多。那整体看起来呢，装备也好更精良，然后整个观感呢也就更加的高贵。那作为这个钢铁勇士里面就是偏技术和这个偏破坏力见长的这种工程型单位啊，这一次的战争铁匠所配备的装备有这边的这个工程钳，当然待会儿我们来说它的可动啊，然后再加上这种就是非常大的一只，这个比它的这个身高还要高，然后整个长度达到了接近25厘米的这样一个超级动力锤，上面有钢铁勇士的一些 logo， 然后一个骷髅。整个涂装是比较素的，但是上面细节是比较多，然后有这种常见的这种喷口啊，然后尖刺啊、管线的一些刻画，需要双手持，而且呢，在盒子里面是分了2个分件的。然后另外一把呢是这种重力枪，再加上这种重爆弹的结合型的这种混合型的武器，然后个人觉得看起来也是非常酷，然后装在他手上也是非常大只。盒子方面还是一样啊，就是没什么太多可说的，我们直接看配件。手型方面呢，默认的是实心握拳手型，反正是方便你这个站柜展示。然后呢，开枪手型一对，然后握持手型一对。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这一次的头雕，这次的头雕我觉得涂的是非常不错。眼神非常凶狠锐利没有眉毛，然后整个肤色的过渡也比较正常。那唯一要说的就是它这个头套部分，这个头套部分呢看起来有点像那种飞行员的头套，在这边过渡的时候不是特别的自然，大家可以稍微润色一下。基本上这个头雕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算是近期暗源系列里面比较好的一颗头雕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次的本体部分。锤子先拿到一边去啊，如果手持的话，这个屏幕可能还录不下。那首先呢，还是360的在镜头面前旋转一圈，给大家看一下身上的细节，还有它的整体的一个观感。比较引人注目的有2个点啊，一个是它背后的这些软胶里面都包了铁丝，所以说这些触手啊，你是可以电缆触手都是可以去摆造型的。当然这个黄黑色的这个警示的这个触手呢，则是单纯的软胶零件，因为它比较细。红色的软管呢也是直接装在这边。其实这几个东西呢，我个人都不知道到底具体是干嘛的，有的像插头，然后有的呢就直接像是那种就是跟这种工程器械去对接的那种零件嘛，不知道具体是干什么用的。有的是则像攻击用的触手，反正看起来呢是非常的就是复杂且华丽的。然后头雕部分简单来看一下啊，这次的头盔头呢，我觉得分色还不错，然后银漆的点缀，眼睛的这一抹红色看起来也是比较有压迫感的。我个人觉得，就是如果说给基因原体配图拉博再给一个类似这样的头盔的话我个人觉得那个基因原体会更好一些。本身是铁骑行终结者甲，所以说你想让它调整的就更加威猛一点，你就直接把它这个肩甲往上面抬一点，整个视觉效果就上来了。同样的，这边的设计还是展开，然后有管线冒出来，所以手臂的平台呢不会有太多的干涉，完全打平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然后头部的这边呢有一个巨型的鸟捕仪，然后这边伸出来一个机械臂，机械臂的根部呢可以进行旋转，然后有警示。同时呢，第一段呢是有这个联动的关节，但是说实话，联动到最顶端的时候，这边的结构还是比较危险的，有一点干涉。这个液压的这个效果是这样的，上面一段呢则没有液压效果，就是单纯的一小段可动。
这点比较可惜，液压钳子也不能打开。这一点呢，我觉得造型上面来说稍微有些失败啊，需要给这边做出一个大型的这个可动联动才行，不然的话呢，这个动力钳它就只能像这个样子，比较呆板的这样立着，就稍微有些可惜啊。其他方面的可动性，手臂、曲肘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腰身方面，下面比较重，但是没有到不举的程度，旋转都没有问题。然后再加上你可以看到这种双层的细节的刻画，裙摆，然后前面的这样一个挡片，腿部前踢90度，屈膝差不多90度，非常紧。然后脚部接地前后，然后前脚掌活动。总的来说，我觉得是一款非常扎实的钢铁勇士精英单位。如果你觉得这次的头雕不错，然后包括这个涂装以及这个战团你都比较喜欢的话，反正可以继续的去丰富你的钢铁勇士的这个军团，拿出他们的常规单位马克3，确实是要大上非常多啊。佩多阿伯不在我手边，所以说没办法跟他做横向对比了。我个人觉得呢，是除了基因原体以外，除了这个星环机器人之外啊，最好的钢铁勇士单位。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款玩具怎么样呢？那今天马上分享就到这边，我是头羊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个拜。